Proton 和 Cherry 的战争都还没打完，又有新对手要加入了。来，今天 preview 的正是 MGHS。今天不是发布会，原厂只是给我们 preview 新车，3款新车 MGHS、MG Cyberster 以及 MG5， 所以它没有正式的售价，只有一个预估售价。入门版 Standard 130千，高配版 Luxury 150千，预估售价正式发布可能会再进行调整。你会说，今天他们打的都是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市场嘛？那这个价钱会不会有一点比较难竞争呢？其实会的哦，因为他们始终是泰国组装进口的，所以在价格上没办法像本地组装的这个 Cherry Proton 来的这么有优势。他们只能靠什么？可能外形动力配备来超越其他的对手，或者说大家对这个品牌有特别的这个喜好感，觉得要一个不一样的面孔、更帅气的造型来做选择，那可能它就会是大家的选择之一吧。那今天问题又来了，第二个，它是新车吗？如果你有追踪就是 MG 本身的消息的话 ，MGHS 2024年其实已经推出改款车型了。那你问我说改款新款怎么不拿进来呀？我先跟你讲新款比较不好看。我觉得旧款的造型比较帅气，侵略感比较明显，整个张牙舞爪造型，整个品牌个性比较鲜明。那第二点就是配备的部分呢，入门版 Standard 跟高配版 Luxury 两个车型有什么不同？入门版我们先说一下有什么配置第一点，自动 LED 头灯加 DRL， 第二 LED 尾灯，第三电动 Side Mirror。第四 Roof Rail， 第五 Rear Spoiler， 17寸轮圈，黑色皮革座椅。驾驶副座都是电动调整，7寸荧幕，10.1寸的中控，倒车镜头4颗喇叭，4颗 USB， 然后还有 PM 2.5的 Air Filter， 后座冷气出风口以及6颗 Airbag。那至于高配版的呢，则另外升级了。第一，全景式天窗；第二，电动尾门；第三，18寸的轮圈，前后红色刹车卡钳，12.3寸的仪表以及手机智能操控车辆的功能，还有360环境显示、运动座椅、Sport Mode 的驾驶模式，以及换挡拨片，还有6颗喇叭。哇，这功能真的有点多，而且后面还有只有高配版有一些进阶式的安全配备，包括碰撞预警、自适应跟车、盲点警示、车道偏离警示等等这些功能。哇，真的就是20千的差别，虽然动力没有差别，但是配备有大幅度的升级。只是你想C segment 的中国 SUV 卖到150千，这个竞争力还在吗？其实我也很好奇大家的想法的，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至于动力规格的部分呢，两个车型搭载的都是1.5公升的直列4缸涡轮增压气引擎，搭配了7速双离合变速箱，输出的马力167匹，扭力峰值250牛顿米，算是目前中系 SUV 中非常常用的配置。听完了动力，听完了价格，听完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你会有兴趣吗？你还在挣扎到底要不要买行车记录器吗？我跟你讲，不能等。意外由不得你决定，有一颗行车记录器在车上真的非常重要。所有的意外事故，你都有影像可以做调阅。今天再次为大家介绍去神买的 A510行车记录器。这颗行车记录器有什么重点呢？第一，高画质 2.7K 的录影；第二，超广角；第三，它可以支援前后镜头，以及第四个最重要的，它今天也升级了所谓的 4G Hardwire Kit。我们以前所谓的 Hardwire Kit 就是24小时监控嘛，但是它不能连接网络，所以没有办法把讯息及时发送给你。可是它今天升级了这个 4G Hardwire Kit 呢，它的 Hardwire Kit 你只要插入 Activator 的 SIM 卡，它连上了网络，车子在停着的情况下，有什么晃动、有什么震动、有什么触碰，它都会把即时画面传送到你的手机，通知你，然后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去实际监控车子的实时画面，看有什么可疑人士在你的车周围走动，让你的车子无时无刻都在你的监控之中。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如果你停在一些停车场，但是你忘记你的车停在什么位置了，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打开你的
相机镜头去看说前面的柱子有没有号码，这样就方便让你找到你车停的位置。这一系列的功能呢，之前像是在 A810跟所谓的 Omni 都有可以支援到嘛，现在连 A510也可以支援到这个功能了，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建议大家马上就到700的 Shopee 或 Lazada Official Store 下单购买吧。两个车型的车尾线条都是完全相同的哦，尾灯的光条相同，下面的运动化保感设计都非常相同，差别的只有一个，如果高配版它多了一个 iSmart 的 logo 在这边哦，其他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啊。还有一个差别啦，高配版多了电动尾门，入门版是手动的哈，还有360环境显示也是只有高配版才有。空间的部分，算是中规中矩，就是一个 C segment 的 SUV 都会这样子配置啦。除了上面的空间，下面还有一些分隔处理，然后备胎小尺寸也是有搭载上去的。后座椅背呢可以做6/4分离倾倒，在肩膀位按一下就可以往前推啊，安全带卡住了，算了，好，我们坐上 MG HS 的后座。膝盖大概有2到3个拳头，头部超过1个拳头，所以空间是 OK 的。然后你有发现到一件事吗？这个椅垫的角度哦，跟我现在的位置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的椅背可以做好多段的调整啊，1、2、3、4段到5段的椅背调整角度。所以你看啊，调到最斜哦，其实真的坐起来蛮躺的。然后大腿长度，支撑长度没有很长。高度也 OK 一般，然后中间哇哦，惊喜的地方来了，它这里竟然有搭配这种金属材质所以它中间这个靠手是有惊喜的，真的有惊喜的，有惊喜吗？我觉得质感做得很好，这个东西的质感真的很好。中间隆起没有很高，后面有冷气出风口，有2颗 USB Type A 的插槽。入门版没有天窗，高配版有全景式大天窗。好，坐上 MG HS 的驾驶座，首先来调驾驶盘。它的驾驶盘好硬啊，前后非常难调整，可是有前后的，然后上下是正常的 ，OK， 这蛮意外的。前面2张驾驶座呢是电动调整的，然后很特别的是它里面的发泡棉明显是偏硬的。然后这个皮革的质感就你知道我们受宠坏惯了，现在中系的这个 SUV 它给的座椅的质感都很好，所以这个坐起来就好像有点时代感的样子。即使今天高配版它前面2个都是 Sport Seat 它是运动驾驶，所以有点麂皮这样碎这样的设计，可是还是有一点点时代感的感觉很奇妙。好，来讲它的其他内装材质。软材质皮革到这边才是硬质塑料，然后你看到有64种颜色的氛围灯是有的再来就是中控萤幕尺寸，2个车型都是一样的，都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配置啦，360环境显示也是有的。比较不同的是什么？就是驾驶仪表的部分。如果是高配车型呢，萤幕是比较大的；入门的车型是比较少。但是中控萤幕都有 Android Auto， 也有 Apple CarPlay。OK， 下面有一些快捷的操控按钮，有一些小拨杆这些很容易使用的一些配置，这些我觉得很重要啦。尤其很特别的音量竟然是用拨杆的，不是用旋钮的。然后有一些收纳格。7速双离合的排挡杆，以及一些按钮、电子手刹车、自动驻车、收纳格这些，全部都是标准配置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我看那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里面有那个空调送风口，所以你饮料放在里面会有冷却的效果。前面还有2颗 USB， 所以后面2颗，前面2颗。再来看驾驶盘，3辐式的驾驶盘，有换挡拨片，高配才给的。然后上面的按键也非常丰富，因为它有一系列的 ADAS 按钮，然后还有一个 Super Sport Mode 就是你按了可能会跑特别快吧。最重要是上面这个高配有全景式大天窗。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按钮全部都是实体按键，可是还是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时代感就感觉有点旧这样子的，就蛮有趣的。就目前这个级距 C segment SUV 的战事非常非常激烈。究竟这辆车的外形跟内装对你来说可以脱颖而出，吸引消费者的芳心吗？而且重点是它的价钱还比目前在本地组装的车型来得贵一些，
不管是入门版130还是高配版150千，都比我们现在目前看着的120多、110多来得贵上了一些。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要不然subscribe我们 channel，我们下期再见，拜拜。